好多時點解會有一啲人會患慢性病，甚至有啲絕症好難醫嘅病，生命垂危嘅時候，佢因為嗜慾無窮，憂患不止。如果我哋俾各種嘅慾望去拉住走，咁呢個人生注定係勞累同痛苦嘅，而且注定係不斷同人比較。所有病嘅成因都係因為由於思慮，所有病都係心病。第一句叫做思相疲，第二個常見嘅說話叫做思則氣結。思考帶嚟我哋人嘅文明係好多嘅進步，但係思考又會導致你身體嘅氣鬱結。咁所以就算你食幾多藥都好啦，都抵消唔到裏邊嘅嗰個障礙堵塞啦。而喺《黃帝內經》裏邊就提供咗一個最終極嘅解決方法。為什麼一個人要去到生命垂危嘅時候，就算用正確嘅治療方法，但係有陣時候都醫唔好嗰種情況，我哋通常稱之為藥石無靈啊。咁喺《黃帝內經》將佢總結成為3個字，叫做神不使。神不使嘅意思咧，喺《黃帝內經》有解釋，係因為嗰個人啦，佢喺生病比較嚴重、生命垂危嘅時候，佢因為嗜慾無窮、憂患不止。試喺《說文解字》裏邊就話喜之也。喜就係開心啦，中意做嗰樣嘢就叫做喜咯。咩叫嗜慾咧？其實人嘅慾望係點嚟嘅咧？喺《黃帝內經》咧有另一篇咧就講到嗜慾啦，就係嚟自我哋嘅唔同嘅感官。眼睛可以睇到呢個天地之間所有顏色，耳仔可以聽到所有嘅聲音，我哋嘅味覺可以嘗到唔同嘅味道。我哋開始就會去分辨邊啲係我中意嘅嘢，邊啲係我冇咁中意嘅嘢啊！嗰個味道食落去好中意喎，嗰個幅畫望落好靚喎，嗰個人咧我望落好中意佢喎，呢陣香味聞落去好正喎，哇！嗰首歌好好聽喎。而呢個嘅嗜慾其實背後未必純粹因為嗰個好唔好睇嘅，因為其實所有顏色都靚，所有聲音都好聽，但係我哋往往就會分辨咩叫做啱與錯。例如可能細個有啲人教你係食呢個食物係比較健康㗎，咁你就會覺得食呢個味道係好㗎。食嗰個食物唔健康㗎，嗰個味道就會覺得唔好啊。所以我哋就會分辨一個叫做乜嘢係比較喜歡，乜嘢係比較冇咁喜歡，繼而就會分開一個叫做乜嘢係我嘅，乜嘢唔係我嘅。當我哋越嚟分辨呢樣嘢之後咧，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，嗰個問題就叫做私慾，就係咩？佢係自己嘅慾望，乜嘢係人哋嘅？私慾無窮嘅原因咧，係因為如果我哋嘅嗰個快樂係建基於呢啲外在嘅各種嘅感官嘅享受，佢永遠係會尋求越多、再越多、再越多，就係無窮無盡嘅根源，因為點樣都滿足唔到嘅。思考帶嚟我哋人嘅文明係好多嘅進步，但係思考又會導致你身體嘅氣鬱結。有2句説話，第一句叫做思相疲。咁中醫認為脾咧就係中間腹部中間嘅氣血啦。咁如果一有思慮咧，咁你嘅中間嘅氣血就唔通，咁往下就會受影響喎。咁因為咧飲食就會先入去胃嗰度，胃產生嘅氣血啦就會去到脾裏邊去收藏。咁中醫講脾胃啦，就係主管你嘅消化吸收功能啊嘛。假設你胃好都好啦，但係如果你思慮多咧，咁你就食極都唔吸收，可能你就會積喺肚腩度啦，肥肚腩啦，或者可能係會容易食極都唔吸收，都會消瘦啦。所以話脾有問題嘅人啦，可能會過肥或者可能係消瘦。第二個常見嘅説話叫做思則氣結，思慮啦就會導致人嘅氣打結，打咗個繩結啦，就條繩就唔通順啊嘛，身體嘅氣血都會唔暢順。所以呢個係做人類嘅一個祝福，又係一個人類嘅詛咒喎。因為咧人類係有思考嘅能力。思考帶嚟我哋人嘅文明係好多嘅進步，但係思考又會導致你身體嘅氣鬱結。咁樣講當然唔係叫人唔好諗嘢啦，但係人應該就係要有時候諗嘢，有時候唔諗嘢啊嘛。即係例如起碼我哋返工嘅時候諗嘢，放工嘅時候乜都唔好諗，係咪先？輕鬆生活。瞓覺嘅時候唔好諗嘢啊，係咪？但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嘅人，往往為咗令到自己生活更加好，我哋就係爭分奪秒咁樣，任何時候都諗嘢。例如我哋普通，例如搭車嘅時候睇住手機啊，可能睇緊新聞啊，可能係出緊 email 啊，或者睇緊啲影片啊，想不斷學習啊，甚至好誇張嘅就係我哋可能甚至去旅行啊、去玩嘅時候，都仲喺度諗緊呢啲工作啊、生活嘅事情，每時每刻都有啲憂慮，所以令到我哋任何時候都氣結。如果你生活裏邊例如平衡啲嘅，可能你有3個鐘諗嘢，有3個鐘係唔諗嘢嘅，咁就叫平衡啲啦，係咪先？咁會有抵消翻。
所以咁都尚算健康啲啊！大家都聽過一句説話嘛，叫做不痛則痛啊嘛，中醫成日講嘅。其實咧，痛係一個比喻啊，即係病痛啦。所以意思咧就係不通則病啊。所有生病嘅原因就係因為身體嘅氣血唔通暢。所以只要咧有思慮，就係導致各種生病嘅成因。喺中醫上甚至可以用呢個講法叫做所有病都係心病。當然咁講好似太誇張啦，咁唔係有肺病啊、肝病啊，或者可能係跌親啊。但係所有病都好，身體裏邊點解會有呢啲問題，都係同你自己嘅思慮、氣血唔通，然之後你先容易生某個病嘅。咁所以就算你食幾多藥都好啦，都抵消唔到裏邊嘅嗰個障礙堵塞啊。中醫上認為呢個神啦，就係指緊你出世之前啦，父母咧就交合啦，就形成咗個胎兒，之後就形成咗嗰個肉身。肉身開始成熟之後咧，就神就從天地而嚟，進入你嘅身體裏邊，然之後形成咗你呢個人。然之後呢個神喺身體裏邊就會分成魂魄，仲會分成你嘅嗰啲意志思想，之後你就會形成一個整全嘅人啦。所以咧喺經典裏邊對於人嘅定義咧，真正嘅你唔係你個肉體，唔係你呢個嘅 body 啊，係加埋呢個神同埋魂魄同埋思想情感嘅人，呢個先係一個完整嘅人。所以呢個人咧，佢一定係形同埋神，即係形體同埋你嘅心神合一嘅狀態，呢個先係真正嘅你。如果假設你死咗啦，咁啊，你希望你喺呢個靈堂裏邊嗰張車頭相，嗰張放喺靈堂裏邊嗰張相，你想放咩階段嘅你咧？係你臨死嗰刻嗰個樣嗰個你啦，定係你風華正茂嗰個你啦，定係你大學畢業嗰個你啦，定係小學畢業 BB 仔嗰個你咧？嗰個你咁多個階段都不斷變化緊，邊一個嗰個肉體先係我咧？當諗到呢個問題，往往大部分人都會發現，其實每一個都唔係你嚟嘅，因為我哋唔可以用肉體嗰個外貌去定義我自己，嗰個係不斷變化之中嘅。真正嘅你喺中醫上就認為，就係你心裏邊所藏嗰個神，就係君主啊，就係五臟六腑嘅統領啊，就係皇帝啊。如果你嘅心神係合一嘅，合一嘅意思就係嗰個皇帝發施號令，下邊啲臣子係聽話，國家係管治好嘅，咁咪國泰民安咯。咁個君主咪好開心，係咪？但係如果個君主係想要去統領呢個國家做啲嘢，但下邊嗰啲臣子係唔聽嘅，咁佢肯定好鬱悶啦，係咪先？咁嗰個皇帝肯定會短命啦，會自殺啦，係咪先？對住呢個神不死嘅問題，減少思慮係第一個方法啦。例如係真係去學習靜坐啦。令到自己每一日裏邊有啲時候完全係安靜落嚟，係達到嗰種完全唔使思考嘅狀態。喺《黃帝內經》裏邊將佢稱之為叫恬淡虛無。但係我哋而家因為遠離大自然比較遠，所以我哋要刻意學啲方法去幫我哋翻呢種自然嘅狀態。而呢種減少思慮嘅方法，唔一定係淨係要講靜坐嘅，就係如果我哋知道自己想做咩，我哋就會自然諗少好多其他嘢。當你唔知自己想點嘅時候，往往就係跟住人哋做啲咩，我做啲咩啦。人哋同我講話嗰度有咩餐廳好食喎，就去啦。人哋話而家睇緊邊套電影好睇喎，就去睇啦。如果我哋俾各種嘅慾望去拉住走，咁呢個人生注定係勞累同痛苦嘅，而且注定係不斷同人比較。喺《黃帝內經》裏邊咧，就提出一個方法叫做怒勝思。憤怒可以勝過思慮。其實嗰個憤怒唔係指緊你要鬧人嗰啲啦。當然的確好多人都真係會用咗錯誤嘅憤怒去勝思嘅。例如可能係有爸爸媽媽兩公婆嗰啲咧，一個人咧成日好多擔心憂慮啊咁樣啊。咁通常隔離嗰就會發脾氣猛整鬧佢，一鬧之後對方咪唔諗嘢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都係怒勝思嘅一種唔太正確嘅用法啦。但係都係有咁嘅效果。正確嘅怒勝思係點咧？就係用一個果斷。用一個生命嘅動能，用你嘅力量去解決你嗰啲嘅思想煩惱。怒係一種往上提升嘅生命嘅力量嚟嘅。舉個例子啦，有啲人咧就話要去旅行啊，有陣時候咧都要即係啲勇氣噶嘛。所以嗱個地方就係決定去旅行。當你決定咗我去邊度旅行，幾時去，咁你就已經搞掂晒所有嘢噶啦。因為後邊嘅事只係慢慢去策劃啫，係咪？所以做決定果斷係對生命咧係好影響，係好重要嘅決定嚟嘅。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咧，仲有另一個階段嘅喎。因為其實思想本身都係有佢嘅用途嘅。思想本身咧，喺《黃帝內經》咧就認為佢可以制勝你嘅恐懼。我哋好多時候點解會講一個行屍走肉嘅生活啊？冇咗嗰個神啊、神不使啊，
係因為太多恐懼啦。太多恐懼嘅意思咧就係點解你唔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啊？例如你想做嘅工作，想過嘅生活，點解冇去做啊？好多人就係因為恐懼，覺得自己我做唔到啊，哎呀我冇咁嘅力量啊。咁喺《黃帝內經》覺得解決呢個恐懼嘅方法就係用思性行，思慮啦，諗嘢本身的確係有用嘅。我哋都要諗清諗楚點去實踐你去面對嗰個問題。但係好多時候好多人就諗太多啦，諗太多咧又唔會行動，所以往往就係兩步啦。知道你有好多恐懼唔想做嘅時候，可能先要諗清楚啦。但係唔好淨係停留喺諗嗰度，到咁上下你就要去轉向，揾一個生命嘅動力去俾自己向前行。第二個就係點樣去減少慾望。而減少慾望方法咧，其實通常係唔可能透過抑制慾望去達至嘅。你越抑壓咧，好似彈弓咁樣嘅反彈力會越強嘅。所以如果你係純粹逼自己，嗰樣嘢唔食，但係你通常心思思繼續想食，其實你到最尾都係會食得更加多，咁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。《黃帝內經》裏邊咧有介紹到有一種病嘅整個診治方法。呢種病通常我哋現代稱之為糖尿病啦。《黃帝內經》就話呢啲人係血食之君，驕之縱欲輕忍，而無能禁之。禁之則逆其志，順之則加其病。佢食肉多嗰啲人啦，叫血食之君啦，啲肉有血啊嘛。佢話佢咧係好驕傲、好放縱啊，輕視別人啊，冇人可以禁止佢啊。如果你禁止佢咧，佢個心智咧就唔開心。你叫佢唔好食肉，你食素啦，佢就話我唔得㗎。平時見啲糖尿病人都係咁樣嘅，佢話我好辛苦㗎，你開藥俾我啦咁樣。但係咧，如果你順應佢就話唔緊要啦，你繼續咁生活啦，佢個病就會加重。咁所以你就咁聽會覺得佢係冇得醫咯，係咪先？咁呢個就係嗰個導致慢性病嘅成因啦，係同佢嘅一啲情志狀況、佢個心神唔聽使有關係嘅。《黃帝內經》咧就講咗一個解決方法：人之情，莫不惡死而樂生，告之以其敗，與之以其善，導之以其所變，開之以其所苦。雖有無道之人，會有不聽者乎？呢段話嘅意思咧，點樣可以幫到佢？首先話告之以其敗，係你話俾佢知呢個病咁繼續落去咧，係會令到你身體衰敗，變得更加嚴重。其實通常佢未必咁快死，但係嗰啲後遺症好辛苦噶嘛。例如嗰啲糖尿病眼啊、糖尿病腳啊，可能要截肢啊，可能要眼盲咗啊。冇人係會想生命痛苦會死亡啊嘛。但係只不過係我哋唔知道呢個問題帶嚟嘅惡果啊。當佢知道嘅時候咧，佢心裏邊先會產生佢真係想願意改變自己嘅動力。尤其是係好似呢種病嘅原因，往往係由於過勞所導致嘅。其實就係因為正佢冇揾翻自己嘅心神，可能係因為佢太努力去付出，然之後犧牲自己，所以令到自己太過勞啦。但係其實可能佢需要嘅幸福生活係唔需要咁努力咁去工作賺錢啊，去做咁多勞累嘅事情。佢只要輕輕鬆鬆享受，其實而家佢嘅家庭、佢嘅生活可能已經好美好咧。往往佢真係願意改變飲食嘅人，通常係因為佢真係明白，我唔係一定要依靠食物可以得到快樂，而係我從翻我哋嘅生活，我自己做翻順心如意嘅生活方式，咁佢咪可以令到自己內在有喜悅。到最尾佢咪可以減少飲食咯，佢咪之後可以轉變其他更加健康嘅飲食方法啦。《黃帝內經》係好知道去治病，唔係淨係開藥咁簡單，好多時候開藥係冇鬼用嘅，因為佢唔改變佢背後嘅問題，咁你搞嚟搞去個病可能會反覆出現，或者變到慢性病。其實所有疾病都係一定有方法可以醫得好，就係你去唔去願意認識自己嘅心。而喺《黃帝內經》裏邊就提供咗一個最終極嘅解決方法，就係因為真正嘅喜悅係嚟自心裏邊嘅。中醫認為啦，心藏神，一個人點可以揾到自己真正嘅快樂？佢就必須要向內去認識自己啦。當佢能夠知道自己係邊一個，佢嘅特質係啲乜嘢，點樣過一個佢自己順自己嘅特質嘅生活，去展現自己嘅理想，同身邊你中意嘅人相處，咁佢先會從內在得到快樂。喺嗰個時候，佢嗰啲其他向外追尋嘅慾望啦，佢就會自然減少啊，佢自然就會唔執着啊。例如好似我哋講嗰啲友情係飲水飽啊，如果你揾到你心中所愛，心中所愛嘅自己同心中所愛嘅所有其他身邊嘅人，你自然就會減少嗰種慾望或者叫做物質生活嘅追求。所以呢一個就係達到合一健康之道。喺中醫上將佢稱之為形神嘅合一啦，係。